超大，是不是比我脸还要大？超级巨大。热闹的楚书市集内部，在乌兹别克这边，朝鲜人也非常的多，非常容易看得到泡菜。里面的装潢非常的有地下宫殿的那种感觉。冒泡的那个不是汤汁哦，那个是油哦，全部满满的都是油。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路径赖虎》，我是 Able。今天是我在乌兹别克的第一天，严格讲起来应该是第2天啦，因为昨天其实我就到了，来的时候碰到非常严重的感冒，昨天整个报废掉。今天我们是待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塔什干这个城市的一些日常。首先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点是这边的叫做楚书市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穹顶市集，想要在里面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好，我们现在就带你进去看看，而且它的这个市集的建筑非常的漂亮，很巨大。还好今天的塔什干没那么热哦，昨天我来的时候空气非常的闷，很热，然后再加上昨天我人又不舒服嘛，所以昨天整个真的是爆掉。在市场的外面就有很多卖水果的地方，然后这里也是卖很多草莓跟樱桃，跟哈萨克一样，我们去逛哈萨克的市集也是樱桃跟那个草莓非常的多。Chicken and beef. beef mix. Oh, this is mix. Okay, this This only is chicken. Chicken. Okay. 好， Beef 帮 yes, fish yes. Okay, I try this. This one. How much? 20,000. I try. One. No, only one. Only one. Yes. Okay. Thank you. Take you or sit down. Sit down. Okay. Inside. 这个是鸡肉跟牛肉的混合，然后这个是鸡肉纯鸡肉的，然后一根是2万块索姆，哦，2万块索姆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台币50几块，我觉得还 OK 啦。你看哦，这个是现烤的。刚抵达楚书市集就被一个烤肉串的老板哦就招揽进来，因为他们烤肉串看起来蛮好吃的，所以我点了一个这个是牛肉跟鸡肉的综合，还有单纯鸡肉的。但他们这边的一个烤肉串差不多是2万索姆左右，大概折合台币差不多50几块。他们这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可能进来之后，你就是一定要买一个面包，这个比我脸还要大的面包，大家看一下，超大，是不是比我脸还要大？超级巨大。这个面包大概差不多台币10几块，也是很便宜啊，非常便宜。那我们来吃吃看吧。刚刚那个烤肉串好吃，但中亚这边的食物调味明显都比较咸。我刚刚吃那个烤肉串差点没被咸死，但是非常好吃啦。然后那个面包非常的大，普通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吃得完啊，2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当地没关系啊，如果你真的吃不完的话，你就把它放在桌上就好。好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进去市集啦。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楚书市集，非常的热闹，很漂亮哦，那个穹顶。里面超大哎，超级大。进来这个第一摊就被这里吸引住了，这边有很多的香料，然后有塔什干这边很特别的一些特产的花茶，非常的 fancy。This is Taiwan. Hi. So this is dry fruit inside. Green tea, barberries. Green tea, Green tea, Tashkent barberries. Green tea, orange. orange. Yes. Green tea, lemon. 哦，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香哎，真的很香。Green tea, lemon. This is
Uzbekistan famous, right? Green tea, lime, Tashkent. Alam Tashkent. How much? 100 gram. Yeah. 45. Yeah. Discount 40.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他说这个45000，本来45000就算我们4万块，我们就来买这个吧。刚刚那个茶叶店、香料店的老板超贼的，我们原本说我们只要100公克而已，结果他硬是称了200公克，然后跟我们讲说啊200公克多少钱，就直接要跟我们收钱。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拒绝，所以就直接被迫买了200公克。不过没有很贵啦，我让200公克的水果茶算起来大概台币就是200多块，我觉得还 OK 啦，蛮香的。巨大的穹顶内部，它的穹顶很漂亮哎。这一摊好像全部都是卖 cheese 啊、酸奶跟乳酪的一些东西。热闹的楚书市集内部，大家可以看到人声鼎沸哦，而且观光客也非常的多。这边是楚书市集的2楼，2楼这边就是一些卖果干啊、卖坚果啊、卖坚果这种类型的东西。嗨，1 kilo 哦，1公斤，1公斤是18万。这个1公斤这个是16万，哦，然后这个带壳的这个是1公斤18万，啊，比较大颗，很明显的比较大颗。哦 ，OK， 他跟我们说这个是因为尺寸的关系，哦，所以价格就比较不一样。哦 ，OK， 好多啊，大家看一下这个，1公斤，1公斤大概是差不多台币，差不多是400多块。他刚刚跟我们报价那个比较大的带壳的1公斤是18万索姆，哦，就是所以是台币400多块。在路上碰到一个来自于香港的观光客，然后我们在聊天嘛，就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当地的小贩啊推着那个卖可乐就直接就跑过来，然后拿着他身上的相机就一直要，反正就跟他搭讪，然后在那边闹他。最后他其实是要卖可乐，但是我们听到那个可乐价格的时候，我就立刻跟他讲说，不行，这个真的太贵了，因为我们刚刚在另外一家餐厅，一瓶可乐是5000块索姆，但是他一开始要卖那个观光客的时候，他们是卖2万，他直接跟他报2万索姆，吓死了。我跟他讲，后来还是被他缠住，就1万块成交了啊。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如果真的他的同意，就把它拍下来了。所以来这个楚书市集一定要杀价。画面上你们看到这个好像他们这里当地的一种特产结晶糖，听说可以拿来止咳。这个一车一车卖的这个是他们当地的馕饼，哦，这个是他们日常的生活主食。这一团蜂蜜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来看看吧，来问问看价格。You said this is white honey. White honey. 好明显哦，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Yeah, like cream. And this one is mountain honey. Mountain honey. Only one flower, only one flower. 这个都是只有一种花的啦。然后他老板说这一个是很多种，然后野外的花去混合起来的。OK， 真的都还不错哎，我来买一个好了。结果我在这一家蜂蜜摊买了2种不同的蜂蜜，哦，在我手上这边买了2个，这2罐大概是差不多1公斤左右，非常划算。半公斤的蜂蜜，哦，这种手工的蜂蜜大概只要台币160左右。我刚刚全部都有试吃了，非常好吃，真的超划算的，有点想要再去多买一点。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在这边逛一逛吧。在这个市集的外面就有很多卖类似像纪念品，哦，包包啊。同样是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这个应该是苹果。这一区应该全部都是卖吃的东西，所以画面上全部都是烟哦，应该都是在烤东西。
超友善哦，拿着这个烤肉串就直接让我们拍照。这一摊非常多人，你们知道在卖什么吗？在卖这个泡菜。哦，因为在乌兹别克这边，朝鲜人也非常的多，非常容易看得到泡菜。意外的，我还蛮喜欢这里的，也许是因为观光客比较多，哦，所以他们这里的小贩面对镜头、面对观光客都比较友善。我们要离开这个充满生活感的塔什干厨房，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看看几个有一点点神秘，简直就像宫殿的地下铁车站。这一站好像是乌兹别克站，然后我要去一个叫做太空人站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个地铁站的装置哦也非常的漂亮，真的很有那种苏联时期的那种风格。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灯，哦，非常的漂亮。好吧，结果坐错方向了，我要坐的方向是另外一边。但是这个站也非常的漂亮，带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装潢，非常的有那种地下宫殿的那种感觉。好了，我们终于抵达了太空人站。这个里面主要叙述的是在冷战时期，那个时候苏联1980几年吧，他们在当时就是有太空竞赛哈，就是一直在准备太空的这种事情的一些缩影，非常酷的一个站。乌兹别克这边的地铁站跟哈萨克一样，他们是只要进站的时候刷卡，然后出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走出去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在这边很方便，可以直接用 Apple Pay 用信用卡直接感应，直接可以进站，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接下来我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是 Syagog Street，在当地人这边是称为百老汇大街，算是一条比较有生活感跟街头感的那种街道。我们去看看那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现在是直接要穿过附近的一个公园，走到那条街，然后这个公园里面就会有小朋友的游乐设施。在这边跟大家补充几个乌兹别克的冷知识：地铁站不管你搭几站都只要5块钱台币。我刚刚收到刷卡通知，真的就是5块钱。然后再来就是这里的厕所是要付钱的，上一次厕所是5000块索姆，折合台币大概差不多是10几块钱。乌兹别克在10年前是非常封闭的，10年前的在位那个总统比较封闭一点点，后来挂掉了。在2016年的时候换了一个新的总统，他就坚持说，我们要对外开放，要开放观光，所以就可以像我这样子在路上自拍啊，在地铁里面拍照啊、打卡都是可以开放。在10年前是完全都不行的，会有警察来关切你的。这边在1966年以前也曾经是一座古城。那在当年1966年那个时候发生一场非常大的地震，把这一座古城所有的建筑几乎全部都夷平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全部都是在那个时候后来重建的。那个时候是苏联时期嘛，他们就请全苏联之力，然后叫了很多建筑师过来这边把这边就重建了所以这边的房子都非常有那个苏联当时那种高冷的那种风格，你就看不到那种太多的历史遗迹都没有。我们抵达了 Syagog Street 这个范围了，带你们去看看这条街，蛮 chill 的今天不是假日，我看到很多那种路上在摆摊卖画啊，然后有很多小吃摊啊、餐厅。但这条街比我想象中还要因为我原本想说应该是再更密集感一点的，但是这边的店稍微比较稀疏一点点，走在路上其实感觉还是蛮放松的。目前看到我觉得比较多都是卖小吃的摊啊，卖冰淇淋啊，热狗摊啊，然后还有一些在街头上帮人家画画的那个画家，而且他们这边在路上随时都会有警察在这边巡逻，所以我觉得治安非常的好。逛完这条街了，说实在的，可能因为今天不是假日，我觉得这条街逛起来有点无聊。如果你们有机会来乌兹别克来塔什干的话，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跳过啦，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重点的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下一个地点，带你们去看看更多塔什干的日常。接下来要带你们去看看这边有一栋很特别的建筑。
它的等级大概有点类似像我们台湾的圆山饭店。我现在身后这一栋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饭店，这栋建筑它的地位我刚刚有提过，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圆山饭店。他们这个饭店是在1974年左右落成，当时就是专门拿来接待外宾用途的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很特别，在当时听说啊，在苏联时期，每一个房间他们都会装窃听器，去用来监视这些外宾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那大家看一下它的饭店的外观，一格一格一格的那种几何图形非常对称，被称为说是野兽派的建筑。很酷哈，刚刚那个饭店乌兹别克斯坦饭店，整个饭店我觉得看起来有一点旧啦，非常有那种高冷的风格。那接下来我要去找一个地方吃饭啊，在乌兹别克这边最有名的食物是什么？就是抓饭。我们要去一家很特别的餐厅。我们因为要去抓饭中心，所以要搭地铁。这个地铁站看起来也是非常特别，大家看看它的灯，那个灯的装饰性非常强哦。我们现在从捷运站出站了，接下来我要前往的下一个地方，它叫做中亚抓饭中心，视觉效果非常震撼。那现在我们会经过一个叫做塔什干电视塔的一个高塔，大家看一下。找这一家中亚抓饭中心也算是走很远哦，走了蛮久的，又搭捷运，然后又走路。希望待会吃的时候感觉是值得的。OK， 我们抵达啦，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下一站——中亚抓饭中心。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吃的抓饭，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在冒泡的那个？不是汤汁哦，那个是油哦，全部满满的都是油。Not Thailand, Taiwan。你们看现在这个锅子超级大，这锅子也是在做抓饭的哦。现在这个时间他们没有炒啦，都是白天早上的时候在炒，无敌大。这个就是中亚抓饭中心他们餐厅的内部装潢，我觉得还不错，而且里面的工作人员英文普遍都非常好。OK， 我点的东西上桌了，这个是。我刚刚看它这个是蒜辣口味的，所以我就点了这个。但服务人员有提醒我说这个比较油哦，你要确定哦。它有羊肉，有牛肉，然后还有这个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马肉香肠。我等一下来吃吃看好，我这辈子第一次吃马肉，然后还有一些鹌鹑蛋啊，看起来其实是蛮好吃的啦，我觉得还不错。OK， 开动吧。刚刚的抓饭我觉得非常好吃，它的油的程度我觉得跟台湾的油饭有的拼，可能是我是稍微再油一点点，不过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啊。而且肉炖得非常的烂，没有什么肉的那种腥味，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这辈子第一次吃马肉，那个马肉香肠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牛腱，所以也没有想象中可怕。还不错，蛮好的体验。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带大家去了很多地方，希望你们有因为这一集的内容对塔什干、对乌兹别克这边有更多的了解。如果还喜欢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或者是给我们超级感谢。也欢迎对我们的影片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下一集带你去哪里呢？持续收看我们的频道，拜拜。